我现在手上这一条呢是 AP 前几年款的一个茶会款，马里皇后。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全真发的茶会款造型。除此以外呢，就是我想挑战一下计时，就是从我现在这个大素颜的状态到我化好妆、做好发型、穿好衣服，可以出门的一个状态到底需要多久？因为其实我每一次做造型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从来没有记录过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会有很有意思的2个部分。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始计时，然后到时候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到底会花多久呢？首先是底妆，打底我用了2个 Smashbox Smooth and Prime 来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隔离。Laneige 紫色隔离霜做一个提亮。粉底用的是娇兰金钻。遮瑕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，主要用于遮瑕黑眼圈。接着用 MSQ 赞助的白玉堂羊毛刷沾取散粉固定遮瑕。这套刷子除了颜值高以外，触感非常柔软，而且抓粉效果也相当不错。最后用 Givenchy 的4色散粉涂满全脸，完成底妆。用植村秀的眉笔勾出眉毛轮廓填充，眉尾延长，但注意不要画太粗。接着用 Bobbi Brown 的眉粉加深眉中的部分，增加层次感。有必要的话，可以用白玉堂套刷里的眉刷晕染开，取得更加自然的效果。用 Urban Decay 的眼影打底膏涂满上眼皮和下眼睑的1/4，再用 Too Faced 眼影盘里的 Georgia 涂满上眼皮作为打底色，沾取 Peaches and Cream 涂在卧蚕的位置提亮。拿完美日记小猪影盘里的 Joviality 涂满上眼皮的后半部分，再用 Plum 沿着睫毛涂满后1/2，沾取 Blossom 涂在下眼睑后1/3，晕染开。回到 Too Faced 影盘，沾取 Luscious 涂在眼球突出部分的正上方和正下方。最后用白色提亮内眼角向下延伸，如果想要的话，可以再提亮一下眼球的正上方和下方。用 Stila 的液体亮片眼影，还是涂在眼球的正上方和正下方，获得额外的 bling bling 加成。用一个深棕色的眼线笔，先沿着睫毛勾出内眼线，然后再用 Kiss Me 的深棕色液体眼线，把眼线加粗加深，延长眼尾。接下来就是戴假睫毛，觉得不好戴的话，可以用镊子帮忙，多弄几次就熟练了。戴好后，用睫毛夹把它跟你的真睫毛合二为一，然后涂一层睫毛膏固定。如果觉得睫毛胶露出来了，可以用液体眼线笔再过一次遮掉。下睫毛也不要忘记，涂完睫毛膏后可以选择佩戴下睫毛，也可以不戴，这个看个人的喜好。修容用的是 Benefit 的 Hoola， 沿着鼻子和眉毛的轮廓打鼻影。下颌线和发际线也不要忘了，因为等下我们会把头发全部梳上去，所以显得脸小很重要。腮红用的是娇兰的，打在眼影下方，横着扫。再用资生堂的这款高光，在眼睛下方打一个三角形进行提亮。
用香奈儿的高光扫在苹果肌部分，再用手指沾取涂在人中鼻尖、山根和眉骨。口红我们用完美日记的金钻反重力唇釉，这是之前李佳琦疯狂安利过的一款。这次完美日记给我寄了3支试用，分别是 G01、03和08，质感很神奇，一点都不粘，非常的好涂。考虑到这次的装扮，我选了一个亮一点的西柚色 G01。到这里，我们的妆容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是发型，这次我们不戴假发，所以要用到一个小刀具。这是我在某宝花9块钱买来的 DIY 发丝包，抓取你要的分量，套上发网，揉成你想要的形状。如果没有发丝包，用海绵甚至用袜子都可以代替，反正别人也看不见。把 DIY 发包用夹子固定在头顶，然后把所有的头发向上向后梳，用梳子打毛包住发包，直到前面的所有头发都梳上去了。后面的头发分成2部分，留出大概1/3，其他的全部以绕圈的方式向上固定。绕圈这里没有给到特写，但其实超级简单，把头发在手指上绕几圈，直接用夹子固定就可以了。最后拿出卷发棒，把留下来的这一缕头发夹卷，喷点发胶固定。额头周围的碎发也可以卷一下，但注意不要烫到额头哦。最后戴上发饰，我们的发型就完成了。穿好衣服就可以准备出门了。
总结下来呢，就是我觉得裸娘出门真的特别不容易，尤其是如果你要穿华丽款。就我现在坐在这边，我都直冒汗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刚喝了个汤，真的是热死我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刚刚吃了这么多东西，嘴唇也还没有掉色，居然没掉光，就基本上还是能看出原来的颜色。所以打一波广告啊，完美日记的这个唇釉，然后这个是 G01号，你们可以值得拥有。然后除此以外，就是我觉得很多，比如说对洛丽塔文化或者说对汉服文化就不是很了解的人，可能不能理解，就是我们每一次出门都穿成这样，然后对吧，花这么长时间去弄发型，然后化妆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为了什么，只是我觉得人就年轻一回嘛，你要趁着你在年轻的时候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无论是展现给路人，还是展现给镜头前的你们。就我觉得，女生爱美是天性，这个就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就是你喜欢就可以这样做。包括你穿这个衣服在大街上，不要在意就是别人的眼光是怎么看你的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对审美的定义就是非常的狭隘，就好像大家只能穿那一类衣服才算是正常人，穿其他的就是感觉就不正常。好在上海，我觉得上海人民还是见多识广，就是洛丽塔文化，包括我觉得在上海算是比较被大众接受的。就今天我逛一个商场，我看到了除我以外的2个裸娘，其中一个还穿了古典玩偶的一个华丽款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大城市还是蛮好的。但即便你不在大城市，我觉得也不用害怕，就是你想穿就穿出去，又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，对吧？就算他多看你2眼，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呢？自己开心最重要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想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要到此为止了。虽说呢，其实这次是一个妆造的视频，但是穿着茶会款来逛商场，我也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整体来说我录得非常开心，希望你们也觉得有意思吧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